作为消费级全景相机领域的挑战者，大疆今年终于推出了自己的全景相机 Osmo 360。那无论是之前的运动相机，还是新入学的全景相机，按照大疆简单粗暴的理工思维，必然是在其硬件规格上稳压对手。那他在自己的第一代就推出了 8K 50帧史比特 D-Log-M 等效1英寸的方形传感器几个独特的卖点，针对谁不言而喻了。那我不想假装给你科普这块方形传感器跟传统的4:3传感器有什么不同。既然大家的发力点都在画质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Osmo 360第一个卖点 8K 50帧。我们先说结论吧，这个 8K 50帧并不是大疆为了营销而搞出来的噱头，的确还是有一定的可用性的，但是要注意2个点：过热以及动态范围有衰减。尤其是动态范围的衰减，你可以看到在多数的首发博主里面都没有完全看得到。我特意找了一个有一定关比的场景进行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在拍摄直出的 8K 50帧下，再一看整个画面的对比度会高一些，那天空的高光信息保留会比较好，但是店铺这里没有光照到的阴影部分信息丢失是比较多的，即便后期通过曝光阴影拉起来，部分暗部依旧是死黑一片，没有细节。那我们对比 D-Log-M 模式，暗部会得到保留，没有出现刚刚的死黑现象。那你可能会说这应该是曝光策略导致的，那先别急，我们换一个场景，在晴天的大光比下，树林的一个暗部也是呈现死黑的。我们再拍摄一组 8K 30帧的直出模式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的天空高光信息与暗部信息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保留。那在 D-Log-M 模式下，暗部信息也是保留的比较好的。虽然这次大疆主打的是 8K， 但是我也顺便测试了 6K 60帧，结论是跟之前的 8K 30帧是差不多的，不过噪点的控制不太好。来个总结，在最高 8K 50帧直出模式下，动态范围会比其他分辨率或者是帧率的格式会低一些。我猜测是这个 8K 50帧是这块方形传感器超频出来的结果，又或者是它的一个影像处理芯片算力不够，做不到类似多帧合成的技术用来提升动态范围。如果你一定要拍 8K 50帧，而且比较在意暗部的细节的话，我会更推荐你使用 D-Log-M 模式拍摄，或者等大疆后续 OTA 升级。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规格还是有一定的可用性的，目前在消费级市场上也是独一份。存储方面，在拍摄 8K 50帧下能去到170 Mbps， 也就是1分钟的视频大概会吃掉 1.2GB。这次相机内置了 105GB 的存储。在过热方面，我的测试条件下，室温 29.5 度静止状态拍摄 8K 50帧能够坚持30多分钟。那在夏天的户外，能拍摄的时间只会更短。其他格式的话就不怎么会出现过热。最热都是53度，然后下面平均也要去到40多度到50度左右。所以说我们平时用的话，千万不要这样手拿着，而且这种全景相机也不适合这样手拿着去使用，一般是搭配一个自拍杆或者说一个延长杆来使用会比较好一些。综合画质、续航、存储、过热来看，大多数时候拍摄 8K 30帧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前期拍摄 8K， 后期平面输出 4K 的画质会更好。有升格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拍摄 8K 50帧的 D-Log-M。当然，如果你有头衔，例如 Vision Pro 或者是 Quest 3这种，你可以输出 8K 的全景视频，自己感受一下。史比特加 D-Log-M 算是消费级全景相机市场的重磅炸弹，隔壁竞品都迭代到第5代了，也没能做到史比特。虽然多数人会更看重直出的表现，但是大疆显然更照顾到进阶的玩家。Osmo 360在所有的分辨率和帧率都能开启史比特 D-Log-M， 能够获得更好的质感。但我觉得大疆的直出也挺舒服的。史比特在后期调色可以更得心应手，不会调色也没有关系，网上也有不少适配 D-Log-M 的风格画 LUT，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套，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我领取，那要个1键3连不过分吧。这条 LOG 曲线广泛用在大疆的无人机 Action 系列跟 Pocket 3上，对不同的拍摄设备的色彩匹配以及做 HDR 内容的创作者会更加友好。对比竞品 X5， 虽然它也推出了自己的 iLog， 但是没有办法在 8K 下开启，加上这个8比特的规格，感觉这个 iLog 目前的可用性也一般。我也不知道它这3块芯片的算力都用来干嘛了。那这次换上了等效1英寸的方形传感器，在一众的全景相机里面是拔得头筹的，无论是在晴天还是弱光环境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在有一定光源的城市夜晚也能完全 hold 得住，但是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那在夜晚建议打开夜景模式，这个时候最高能拍摄 8K 30帧。我们可以看到 ISO 可以开到51200，能够有效的保证电子防抖的稳定工作，大幅减少抽动。相比于普通模式 ，ISO 只能开到12800，这对于夜景来说还是有些吃力的。在动态范围上，官方宣称13.5档，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背光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如果这个光比超过了13.5档，例如室内这种，为了保证人物的曝光，窗外的高光就很难保住了。全景相机还是有全景相机的玩法，像这种前期拍摄、后期构图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出行拍摄变得更为轻松。出去玩只管玩好，不用花太多精力在前期构图以及有没有拍到，会不会错过什么精彩瞬间。除了全景视频，还能切到单镜头模式，可以拍摄最高 5K 60帧的155度的超广角平面视频。这里我拉上了 Pocket 3加上增广镜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加上增广镜的 Pocket 3视角依旧没有 Osmo 360广，但凭借了更大的传感器 ，Pocket 3的画质还是要更好一些，同时背景虚化也会更好。Osmo 360还有一个叫做单镜头极广角模式，能够去到170度等效9毫米的视角。再对比一下 Pocket 3加增广镜，看看这个视角的差距。除外，它还出了一个叫做前后镜头热切换的功能，无需中断录像就可以自由切换前后两侧的画面。但是说真的，大疆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吧，由于全景相机是泛焦的设计，先抛开离得近画面会有畸变的问题吧。在自拍了之后，相机得离自己35厘米开外才不会感觉到糊，加上它的机身设计不那么适合手持，需要搭配这种自拍杆才能做到。如果一只手伸出去还要去点一个切换键的话，就可能没有这么方便。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更利好于续航延长手柄的用户，它的手柄上就有控制按键，能够更优雅的随心切换。至于它这个单镜头模式能不能代替 Action 5 Pro 或者是 X Pro 2这种传统的运动相机，那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的使用场景。如果你对相机的耐照程度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是日常记录一下生活，那我觉得代替像 Action 5 Pro 这种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光线充足的时候，其实画质区别真的不是很大；光线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半斤八两吧。Action 5 Pro 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多少。由于全景相机的镜头是往外突出的，容易遭到刮蹭跟损坏，平时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一旦损坏就只能寄给官方，没有办法自行更换镜头。虽然说官方的维修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出去游玩，中途镜头一旦损坏，就意味着那几天你都没办法拍摄了。那这次电池用的是跟大疆 Action 5 Pro 同款的1950毫安电池。我感觉这个机身设计貌似也是为这个电池让步的。机身支持快充功能，12分钟就能充满50%，旅途中补个电又能接着拍了。如果不是重度用户，其实购买一块电池也足够使用，不必去买餐拍套装。多出来钱，我觉得可以买一些别的配件，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这个 1.6 米的一个三脚架自拍杆。本体是378克，不算太重，收纳也比较方便。落地能展开三脚架模式，解放双手。1.6 米也可以模拟一下无人机的视角。既然在大疆的生态，当然是少不了与自家的无线麦克风直连，这条护城河是别家很难跨越的。撤退按键解锁舱盖，能够有效的避免误触打开。有 Action 5 Pro 的用户应该懂的都懂吧。裸机能做到10米的防水，但如果你要带它去潜水，你会发现目前没有出官方的一个防水配件，官方的宣传片里面也没有出现过潜水的画面。如果你要买来潜水使用，可能你要留意一下，毕竟是一代产品，配件还不够齐全，有待后续补充。作为大疆全景相机，有强大的硬件还是不够的，后期编辑软件才是重头戏。全景素材没有办法用常规的剪辑软件进行播放和剪辑，那一同推出的 DJI Studio 在现阶段就像一个毛坯房，勉强能用，但是跟隔壁的饮食的软件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大疆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沉淀。回到视频的开头，Osmo 360作为初代产品，完成度已经远超我的预期。暴力的堆料与大疆的生态加持，有着让初代机与更成熟迭代的 X5 摆摆手腕的实力。那你会选择大疆还是影视的 Insta360呢？那对风格化 LUT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私信我领取，换大家一个一键3连。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柴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